好，那国民党现在在召开立法实务研讨会，就说呢，民进党搞政治，国民党要开始重视民生法案啊。两个重点了啊，一个就是7天假，希望呢要回来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人发1万块，普发现金，7天假。另外打诈啊，他们一共呢有13个优先法案，我看了13个呢，主要就是你看这边放假嘛，还有发现金嘛，啊，另外的核电啊，然后呢打诈啊，大概就这些东西哈。那另外呢，那韩国瑜怎么不来？本来他们说今天是朱立伦、韩国瑜、傅昆萁3位合体啊，但是韩国瑜没来啊。那我想也是因为立法院长嘛，去参加党的活动，可能被人家觉得说你这个立法院长不够公正啊，特别是跟立法有关的，所以他就没来哈。那他的理由是说呢，他去新竹吊唁柯文哲爸爸啊，那这也是个好的一个理由了哈。那另外呢，什么时候让这个卓荣泰施政报告？因为行政院长都要施政报告，傅昆萁说看他自己吧，看他自己啊，是不是呢？这个有责任感啊，然后呢，是不是对国家有贡献啊？等等啊。那另外呢，吴思瑶讲话很奇怪啊，他说如果你们这些人怕罢免的话呢，赶快面对总预算的复议案，复议案一定会被否决的了。那他们现在好像就是说，因为我们罢免你，是因为你们总预算这个删减。那叶元之去年1月10号当选，第2月就开始发动罢免，那时候有什么总预算案呢？而且实际上包括这个柯建铭啊，说要罢免，也不是总预算案才说要罢免了，早就说要罢免了。柯建铭自己还说，他跟这个赖清德啦、卓荣泰啦5个人都早就讲好了，去年2月就讲好了，说要罢免了。那时候没有总预算了，在我看总预算只是一个借口，所以为什么在党政协商的时候，这个柯建铭的发言停停，没有真的提出具体案子来讨论嘛？通常总预算是说我要删你这些，那你说不行，你不能删这些，会有什么影响？大家妥协一下，完全没有对岸呢、你们删就删吧，然后骂你们就好了。所以那个跟这个总预算的复议跟大罢免有什么关系？难道吴思瑶可以保证说好总预算这个可以复议，那就取消大罢免吗？有这种可能吗？那不是讲空话吗？好，那么王宏威说，预料中复议一定会失败，但是呢，这是他们的过场啊，我们看一下。受印信，从党秘书长黄健庭手上接下印信，连任党团总召的傅昆萁笑得开心。我想大家待会踊跃的来表达意见，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新的会期，我们该做的事情都让人民一一能够了解。看来傅昆萁早已准备好，在新的会期要有新的成绩。与立委内部会议不开放旁听，只是比较去年同样一个场景。开始我跟傅昆萁总召讲的时候，人生有时候直线走不通，走曲线也可以。像花东三法这个很明显的。当时韩国瑜才当面提醒，有些法案要注意。不过这回突然补课出席。会议议程的致辞贵宾和与会名牌都有韩院长身影，突然的不出席，据说是本来就有行程没答应，而且先前王金平也不是场场出席，但人没出现，总是埋了些伏笔。目前我们有暂列了23项的，都是民生相关的议题啊，也是民众最关心的，也是我们国民党这个会期主推的重点。朱立伦主席有出席，宣示党要主攻民生议题。面对绿营发动的大罢免，也是一种强力回击。隔一天，新会期就要开议，政院对3大法案百般抗拒，更备妥手段要提复议。开议第一天，在野党是否背个回去？卓荣泰院长能不能上台？我们当然会让他上台，什么时候上台，都要看他自己是不是兼具有阁揆该有的形象高度跟责任。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担任阁揆？卓荣泰能否站上投手丘对决蓝白的强力打击，看来精彩可期。但立法院主审该怎么反应，更是重点之一。今天院长没有来，谢谢。被讲为什么这边说国民党党团13项，
那朱立伦刚刚说23项，到底差在哪里？23项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智库里面提出来的。可是最主要的几个其实都是相同的，像说讲到的还期天价啦、普发现金，因为我们超收税嘛，还有说强化打诈，中间比较，我觉得比较注重的就是有关于那个AI 基本法这一块，因为 AI 基本法，我们如果全世界现在都在往 AI 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 AI 基本法放旁边。还有运动产业发展条例，像是说未来怎么样对于退休的运动员给他们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运动产业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地方。在整个会议里面，其实我们在谈的基本上都是在谈法案，甚至有谈到一些国防方面、外交方面，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对军人好一点，我们应该要主动帮军人，因为现在军人国军确认很严重。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护士也确认很严重，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会这会期会主动注重民生法案的原因是说，因为总不能说这个国家执政党不再注重民生法案，连在野党都不再注重。国家总是要往前走，国家发展不能一昧都只是国家发展不能被做政治的这个斗争而去放旁边，所以我们其实对于大罢免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其实在里面没有谈太多，在里面真的没有谈太多，里面谈最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法案要过，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提，我们的版本应该怎么样出，那怎么样跟友党跟民众党来做配合，那怎么样能够顺利让法案过去，然后。至于说卓荣泰的状态，其实我们在整个闭门会议里面，我们也没有提到卓荣泰太多，我们并没有提到说他要什么上场打击，怎么投球，我们没有谈到那一块。反而我们谈最多就是法案里面的内容，说为什么我们这么专注在还税于民？因为老实说，如果说我们超收的话，民众会期待说我们政府把多出来的钱还给民众。当马斯克在那边在美国说我们一个人要还到5000块美金。那台湾我们也超收人家税的时候，那可是我们台湾政府并没有做出一样措施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那个 Dodge 好像比较高。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民进党政府也不好，不管是哪个政府，那我们既然超收的税，我们如果合理的还，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佩君，其实蓝营在这个第3个会期主打就是民生议题啊。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大罢免，本来就是应该要做，因为这个才是当时选前承诺民众要把人民需求放在优先哦。那你从上个星期党中央的贴文可以看到，大概有 AI 基本法、电业法、长照法，那大概就是科技、经济跟社福3个面向了。那7天假大概就针对这个最多的劳工朋友1000万人，那这个就是横跨，同时兼顾经济还有这个社福2个面向。那我想。多数的国人经历过去这一整年，在国会里面蓝绿这个对抗的这些制度的争议动荡，大概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稳健的推出这些民生法案，是国人比较想要看到的，因为这才是实质上立法院应该要做的事情，对大家有影响跟帮助的。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出一个对比了，就是说国民党虽然没有实质掌握行政权，可是透过立法院立法权来争取人民的福祉。不过我还是想特别提到一点哦，因为像是去年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一起推这个巴氏量表，80岁免巴氏量表。这个法案虽然后来好不容易通过，可是像这样的法案过了没有执行啊？对对，赵大哥也知道。第一线你去问那个长照中介什么，大家一头雾水。他说啊，劳动部也没有收到文啊，卫福部文都没有来啊。然后我那天就问一下我朋友说，那你觉得大概多久？他说今年7月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吧。所以你这是什么？这就是浪费时间啊！立法院快马加鞭，要效率给效率，要法案给法案，通过之后，行政部门不去执行，摆在那里发霉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真的啦，与其推大罢免，真的行政院动起来好不好？因为这不是民进党要的法案了。来，我其实，在听这些法案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谁是执政党，谁是在野党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烤肉趴，我其实就在抱怨说，理论上应该要有一个执政党的优先法案，这才能够去展现你行政部门现在努力要做哪些事情，那你做这些事情得到全民的共识。好，那当然我知道说还税于民啦，7天假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重视，因为那很快就可以看得到有没有假期，然后有没有这个税可以进荷包里头。可是 AI 基本法难道不重要吗？非常重要。难道 AI 基本法不是此时此刻各国急着你要去推动人工智慧相关的产业的时候重要？我们其实是在 AI 产业最上游的提供那一些基础的设施的这个部分，我们很强。
可是问题是，它衍生出来的各种 AI 运用，其实台湾其实起步的很慢呢。全世界起步比较快，除了美国、中国大陆，那英国、新加坡非常的积极，所以新加坡在 AI 发展的相关排名都遥遥领先，台湾远远落后，我们落后于新加坡跟韩国。那更不要讲说美国跟中国大陆，因为他们刚好就是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呢？政策的落实理论上应该用法案来落实。其实，在过去这1年当中啊，所有立法院的争议法案，它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在野党提了，然后呢，觉得这件事情福国利民，然后呢，执政党不提对案。他没有提出来，我行政部门认为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没有。然后接着过了之后，就说你没有来跟行政部门商量，有这样的行政部门吗？他赖皮到底，他不做事，然后呢就逼着在野党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了吗？是这样子的吗？不过最后提一点，就是说我对卓荣泰的看法是啊，因为前一阵子有人就在提说啊，那你们既然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不满意，你就倒阁，倒阁干什么？反正呢，现在的阁揆通通都是赖清德的傀儡。今天反正他少数政府他就不承认啊。那今天他卓荣泰换掉了之后，他换一个卓 A 泰，然后卓 B 泰、卓 C 泰，他随便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啊。换完了之后，那个少数就是你选100次的立法院的重新改选，改选完了之后，他继续少数，他就继续换傀儡上来。你用整个立法院去换他的傀儡，让整个国家都不能运作，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啊，他这个号召志工昨天在万华区举办扫除绿卫兵，反制绿营大罢免誓师大会哈。他诉求叫国政荒芜，罢免双无，拒绝党意，反对造谣他把这个吴思瑶跟吴佩仪的名字都放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诉求里面去哈。那说要罢免吴思瑶跟吴佩仪黄国昌说他是以公民身份参与的。我不是立委，不是党主席，我是公民啊！你们也是公民啊！你们公民可以参加，我是公民就不能参加呢？那说呢，这个到底会不会上升到党的层次？还是个人嘛？党还没做决策嘛？他说会遵循党内的民主程序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批说他跟大罢免切割，黄国昌说你民进党自己才切割，丢人现眼啊。那柯建铭也说国民党要倒了民众党要散了而且要罢免韩国瑜，这不是柯建铭讲的吗？而且呢，柯建铭早就讲了，不是这时候才讲啊。那另外呢，要罢免双吴，有一个是罢吴佩仪的4骑士说他们的选区政党结构会影响因为呢，这个吴佩仪呢得到的票其实蛮低的啦，因为他对有点钟小平跟虞美人否则的话呢是不可能当选的所以呢这个选区的结构也蛮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吴佩仪说呢多弯腰听听人民的声音了不是光罢免我了那罢免蓝营的时候怎么讲呢？那另外呢，因为我听到他那个里长说我们反对各种罢免了所以他反对罢免吴佩仪，也反对罢免国民党委员了，所以最好在这个时候不要搞罢免。当选1年你搞什么罢免呢？这其实不是民主，这是反民主的，这种开民主的倒车的那到底多少人会？他现在1阶嘛，一阶很多人过了，1阶只要1%，二阶要10%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那多少人会进到2阶？所以国民党有8个，民进党有4个危险。国民党哪8个危险呢？李彦秀、叶元之、涂全吉、林思明、廖伟强、尤浩、丁学忠、黄建斌。主要是因为当时当选离那个第2名差得不远了就是离第1名当选嘛，离第2名差不远。民进党有吴思瑶、吴佩仪、张宏陆、陈俊宇那说呢，这个可能会进到2阶那另外呢，说不管怎么样了，都要靠基本盘要靠走路下基层来应对的好好下基层，好好这个在打基本盘那另外呢，说蓝白现在看起来是团结的，民进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民进党一派主张要积极罢免，一派觉得哎呦，你现在搞这个罢免干嘛呢？搞大家都很累
另外呢，民众党说黄敬莹是取代吴思瑶合适人选啊，因为将来如果罢成了以后，北投那个地方到底谁来？这个副秘书长。好，我先讲一下，刚才在讲说，不管是国民党或民众党都在立法院提福国利民的优先法案，然后说好像我们的政府没有在执政，没有在提对岸，没有。我刚刚看了一个最新消息，内政部自己提了一个案子，提了什么？提了第2阶段这个。如果联署的时候，大罢免联署的时候，现在可以这些团体啊，它可以收政治现金了，就感觉起来这些为了鼓励，对，大家这些民团你不要担心，第2阶段哈，我们开始帮你开放一条路，让你可以收钱，那收钱之后你就可以继续推动你的大罢免。不过这个还要再送到立法院，还要行政院通过再送到立法院。那我回头来讲一下这个礼拜6的这一场活动哦，其实现场的确也有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呛虾，所以吴沛忆刚才在讲说啊，听听在地人的声音啊，真的是在地人的声音吗？因为带头发起在那边呛虾的时候，其实黄国昌在当天就说没关系，我们给这个不同声音的人一点掌声鼓励，并没有去跟他对呛。不过带头发动呛虾的人，他自己后来也 po 在Twitter上面，他大概是某家保健食品公司的总经理，而这家总经理呢，他自己也不避讳，他过去跟陈时中都非常友好，把酒言欢。他过去的老板就是现在的经济部长郭志辉。那你说他是正好路过在那边。突然兴起，然后看到呛虾，我不知道，那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巧合。不过尊重不同民主的声音啦，吼。但是呢，为什么要罢吴沛忆，或是说要罢吴思瑶？我们民众党包括部分的人，我刚才看到黄国昌，包括在地的都有站出来，还有包括我们党团主任陈志涵他都有去。但是这不代表一个民众党的活动，因为民众党还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没有说无理由的罢免，但是呢，为什么觉得说在地人的罢免吴沛忆的活动我们要去支持？因为吴沛忆大家记得最近我们在打那个经典赛的资格赛，第一个造谣的说什么蓝白联合31亿预算的就是吴沛忆啊，就是说害得我们选手没办法出国，我们禽收没办法做。那这件事情呢，的确造成影响。为什么到现在这2天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还要继续的加油了，但是有输球，真的还有人在都是蓝白3预算，你看我们没有办法勤收，所以我们才输球。吴沛忆就是带头造谣这个人，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道歉，因为根本从头到尾没有删这11亿的预算，去删的是官员出国的旅费嘛，而且你就从你的商务舱变成经济舱而已，大概是这个样。那另外他在国会里面的那也跟棒协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啊，他根本目前讨论的这个禽收的费用根本还不在体育署的预算里面嘛。那另外还有看到他在立法院的表现，第一个开黄腔啊，就是说去讲说什么黄国昌不举手，让他故意把那个手去掉啊，黄国昌不举手怎么，然后多少秒这样。另外呢，还有陈玉珍的时候，就是说什么脱衣求碰瓷。其实，如果一个国会议员在法案上面造谣，然后对你的国会的这些人都开黄腔的话，当然有罢免的需求。另外再讲到刚才要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不管是吴思瑶或吴沛忆，在民众党内部很负责的讲，并没有说要提出所谓的取代的人选。不管是所谓的学姐，或是大家讲说吴怡萱在这个地方有耕耘，说我们要为了未来的议员或是立委，在我们党内是完全都还没有讨论这件事情。虽然发起的公民活动，就是说他们有来受邀，有邀请，然后他们觉得说啊，这个罢免的有理，他们会帮忙去站台去发声。但在党内的程序里面，第一个没有讨论到后续罢免的议题，更没有讨论到说所谓的补选相关或是选举相关的议题。来，这个嘉宇，徐府说没有讨论，但是黄国昌他都已经公开说，吴怡萱可以选中正万华立委，黄敬莹可以选士林北投立委。黄国昌绝对没有讲过这句话。张启凯说，张启凯但是人家问他了，我记得看媒体，黄国昌也有这样讲啦，说他们都是不是这样讲，他们都是适合的人选啦。所以说现在已经在讨论民众党谁要去选，那是把张思刚当塑胶吗？中正万华我是不知道有谁啦，但是以现在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这个蓝白在立委这个到时候补选可能也要厮杀。但是我说吴沛忆他到底哪里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他表现很好啊，他戳破这个壮世代吴春成，对不对？拿22亿的预算，然后要求这些部会，然后必须要去支持壮世代等等这些过程，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那后来吴春成也退出了壮世代，甚至收回了制裁专利权等等。那我觉得这个的演变也是因为吴沛忆大家才去发现这个问题。那吴沛忆其实一直以来对于性别议题，或者是对于很多新世代的这些关心的理念、人权价值等等，都是非常的努力的。那我觉得政治人物大家希望的就是年轻有活力，然后有正义感的，不要用这个蓝绿去分化去做太多的联想。
那你刚刚讲说性骚啊等等，那国民党里面过去也有一些涉及到性骚的委员这些的问题，那是不是更严重？那我是觉得说，以现在这个罢免的氛围来讲，主要还是公民团体在努力的去做联署，努力的去推动，最后决定谁会被罢免的，当然还是在于人民心中的那一把尺。觉得谁是不适任的，觉得说现在这个朝野乱斗的这种状况，是不是台湾现在最需要的？台湾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能够团结安定，然后一起稳住这个国家，然后对抗这个所谓现在外界的变化，不管是美国现在的川普可能所造成的这个关税的问题，或者是台积电的问题等等，这个才是现在大家所面临新的变局，需要有一股稳定的力量。那以现在看起来的话，罢免的推动真的不是任何政党可以去主导。杨凤琴。我觉得现在大罢免这件事情其实它反正已经箭在弦上了。那我这几天刚好有些朋友那当然都不是政治界的朋友，他就在讲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大罢免到最后还是得要去投票，怎么办？我说请放心，因为呢，等到了第2阶段结束了，然后开始进入第3阶段。第3阶段才是真的见真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其实都几乎啦，我必须讲，全台湾大概我判断超过60%的选区大概都要出来投票。因为如果你的选区是蓝的立法委员，民进党要去罢免他；你的选区如果是绿的立法委员，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选区，其实地方上也有很多人要去罢免绿的这些立法委员，所以到最后呢，出来投票的选区的数量可能会远比我们要来的想象的要来得高。等到那个时候讨论度一高的时候，他就不是说我支持罢免，所以我就要去投票；我不支持罢免，我就不去投票，就不是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去投票那我觉得关键点是在于，到最后会不会达成国会席次的大变动？我在这边可以提前的预言，我认为不会。那么民进党当然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现在国民党的席次加上民众党的席次加上无党籍的席次，其实那个席次非常的多，他罢免的数字之大，其实大家很难想象。可是呢，我觉得最后呢，可能他连2席都不到，我可以这样大胆的预言，甚至于可能1席都没有这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包括今天美丽岛电子报，还有包括了上个礼拜的 TVBS 的那个民调里头，都显现出来，其实呢，民众不支持罢免的比例还是远大于支持罢免的比例，不管是要罢蓝或者是罢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对民进党立委的满意度其实是最低的，在3个党团当中，国民党、民众党，然后还有民进党，他的满意度是最低的。所以不管民进党这边如何的去造谣说蓝白3预算，然后结果如何，蓝白3预算结果如何，甚至到最后，结果民众最不满意的是民进党，而且最不满意的就是柯建铭。柯建铭的满意度只有20%，不满意度远超过1半，这是一个非常悬殊的一个差距。当然，大部分的那个党团的这个召集人、负责人，他都是不满意多于满意。傅昆萁也是，黄国昌也是，但是都没有像柯建铭这么大的一个悬殊。更重要的是，20到29岁这个族群，满意国民党跟满意民众党这是37%，可是呢，满意民进党的只剩下25%，12个百分点的差距。我觉得这一些都凸显出来，在整个大罢免的算计的过程当中，你千万不要只算去年的得票，现在的民意，我认为对于推动大罢免的民进党已经高度不满了。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罢免立委比较容易嘛，是要罢免总统很难了，要修宪，不是只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因为宪法有规定，立法院多少人通过，2/3通过，然后才需要公投那如果所以赖清德现在因为按照柯建铭讲法，在去年2月他们就商量过了要搞大罢免，所以虽然宪法没有这样规定，选罢法没有这样规定，我真的觉得说，如果说他们要罢免，想要民进党要翻盘，在立法院多数没有成功的话，赖清德应该下台。你把国家搞得这么乱，因为你现在隔岸观火斗反正罢免跟你无关罢不到你但是呢，政治责任你要负休息再回来。
曹新成呢，这个好像他反正也变来变去的啊。开始好像是说，这个对我的影响不大，但对女的影响比较大。哦，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哦，接着就是说呢，这变造的 AI 变造的。那最近一次又说呢，这个我干嘛把我以前中国我交这个中国女朋友怎样？干嘛把它拿出来哈？那今天呢又说呢，后面是中共国安部，所以呢要悬赏1000万找这个线索啊。那谢寒冰就说啊，你怎么变来变去啊，才想出要找中共这变成幕后黑手要出1000万的？你想了2天才想这个馊主意吗？啊，那另外呢，这个徐小新就说，那叫国安局调查就好了。既然是这个幕后是中共国安部，那请我们的国安局调查，不就抓出来吗？都已经讲好了嘛，到底是谁嘛？那另外呢，媒体是说，这个民进党是不担忧曹新成绯闻影响大罢免了，但是如果是不止一个，是一群曹新成的，一个也许就算了，大家笑笑就过了。他说将来这个接二连三有一连串的事故呢，那我们看一下相关影片。联电创办人曹新成啊，因为被这个媒体人谢寒冰爆料曾经有和这个大陆籍女子过从甚密，甚至有一些私密照的流出。那么他本人其实已经多次的 po 文啊，一开始说是假的或是 AI 合成等等的，但后续他也承认的确有这个大陆女朋友。那现在最新的 po 文是说啊，谢寒冰这些说法根本就是在乱说，而且这些照片的来源他质疑是中共国安部给的，还愿意要悬赏这1000万来抓这个幕后黑手。结果曹新成唯一的证据就是他一个美国友人告诉他的，这叫什么鬼证据啊？我好歹还拿出照片来证明你跟中国大陆的人确实相关。那请问一下，你在做这些指控的时候，你的证据是什么？你现在还悬赏1000万，悬赏1000万，我可不可以自首？我来领这1000万，好不好？所以这个人拜托都做到大老板了，这么，哎，我真的觉得他的危机处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居然还有人说他的危机处理像教科书。不知道是什么鬼教科书啊！谢寒冰表示啊，他认为啊，曹董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反反复复啊，因为他自己的说法不够明确，所以才一直在圆自己的谎。他也说啊，如果真的是只有中共国安部给他这个消息的话，他怎么不想想还有其他有没有可能是本人给他呢？要先想清楚再来发言吧。赖永平，哎呀，曹新成这个事情啊，一天一说法呢，变得难以评论啊！哦，在刚才整理的那个他变来变去了以后，第一个他先否认那个是他女朋友，而且说那照片是造假的。结果呢，所以就引得一批民进党的这个带风向的网军头呢，就跟着他往造假的方向走。结果没想到那些人呢，又被他甩锅，因为他后来呢，这个说要去告谢寒冰，然后求偿1亿之后呢，他就也没告。然后之后就自己呢，在各种压力底下又承认说他有一个大陆的女朋友，当然他是说这个叫做中国女朋友了啊。那这个事情你再怎么样告谢寒冰呢？已经没有办法告谢寒冰了。本来我们还在同情说，哎，那这样谢寒冰，他如果去告你，你可能财产会被假扣押哦，你要小心哦。还正在讲这个事情呢，话都还没有讲完呢，他就承认说，真的确有其事。就他今天跑去说，他要悬赏1000万，说因为是中国什么公安部啊这个的问题。问题是，大家对你的这个案子认为呢，你还担任了这个赖清德的那个什么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的顾问啊，你还变成了是他文化总会的那个执行委员。你跟这个赖清德整天见面，那你本来这种交往模式各方面就有很多让大家起人疑窦的地方。台湾的国安单位早就可以调查了啊，闹了这么久，台湾国安单位还不调查。然后曹新成你自己跟当道跟执政党关系如此的好，你如果真的怀疑中国大陆的公安部在害你，你就直接请政府启动调查，就也没有还要去悬赏1000万。那今天更好笑的一个发展是说，就发现啊，这个他的整天悬赏说要给人家钱，也都是造假的。因为呢，国民党的那个翁小玲委员呢，就说他在30年前呢，跟清大校长当时那个大才子啊沈君山呢，他就下围棋，然后就说我输你一子，我就给这个学校捐30万。结果呢，1万美金啊，就输了半天呢，沈君山就成功的替
清大呢募款募到了1500万，结果欠30年。钱也没有到位哦，那曹兴诚啊，到处说他要捐这个捐那个，然后钱都没有出来的事情呢，随着他这次绯闻的曝光啊，已经一大堆的案例了啊，这个族繁不及备载，但是呢，最新的发展就是欠清大1500万，结果清大今天出来证实说30年了没收到。那被想。我先厘清一点，就是国安单位真的应该介入，因为如果国安单位不介入的话，徐小新委员是会去查的。小新的个性是言出必行，他不然他要么不讲，讲了他一定会去做，所以国安单位最好去查，而且要查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因为老实说，台独顽固分子跟大陆的女性在一起，我觉得这位大陆女性应该会被清算吧。以我们知道对大陆对于这种台独顽固分子的做法来讲，所以说我身为一个被大罢免已经第一阶段连署过的受害者之一，然后我们居然看到这个联合召集人居然是这样子，这个言语反复的这位那个社会贤达人士，有时候不知道是该怎么样去评论这件事情，因为曹兴诚前董事长他一向从这个大统一一下变成大台独，然后从中间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转折，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然后一下说给30亿要做这个黑熊学院30亿，说要做全国国防，然后一下又说什么事情一堆，变成是像这样私德也真的有颇有瑕疵的人来带领这个联合召集人来做这个。严格讲起来，应该是很严肃的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个这选举罢免运动。那我听到一个网友这样讲说，其实在这个整个活动里面，曹兴诚这整个事件里面最高兴的人是史书华。因为史书华就完全被遗忘了，所以我们看到不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看到不是曹兴诚而已，而是所有这些有这种极端的价值观的人全部凑在一起，然后他们的想法都非常的偏激，他们做法也非常的愤世嫉俗，甚至做法已经到一种程度是我们一般的人无法接受，而他们旁边去做出这些动作的人，也是说没关系，反正我没有任何的一般的价值观、道德、伦理下限，我都没有。只要我继续喊下去，一直不断的喊下去，我怎么样都会被原谅，因为我抗中保台，因为我民主价值。这个好像跟我们要走的民主法治不一样吧？我们是出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国家变更好，这社会变更好，我们的国家整个区域会进步。可是他们这群人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只是为了说我们要出一股气，然后我们从中间我们获得声量，我们获得价值，不管是486史书华还是谁也好，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人出现，然后他们居然带领的我们这一群我们社会群众去进行所谓的大罢免，而大罢免的本质不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个需求，而是因为2个字仇恨。为什么要去分裂族群？佩君。民进党现在出来洗地，就说这是他的私德问题啦，没什么好讨论的。那为什么私德问题要讨论？我觉得2个原因。第一就是曹兴诚作为大罢免的发起人之一，大罢免到目前为止讲不出什么法理上违法乱纪的理由，他用的是情绪勒索的动员。那既然你是用情感勒索在号召民众，那相对的你自己的私德就会被相对的用高标准去检验。第一，这是公众为什么要去检视这件事；第二，就是你偷吃，而且你偷吃大陆小三。今天如果你的外遇对象随便换一个俄罗斯、乌克兰哪里都可以，偏偏就是中国大陆，那这代表什么？跟之前翻车的赵天麟是一样的哦，反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那表里不一啊！而且你曹董这个往来无白丁，我怎么知道你睡着的时候或小星辰露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机敏资料被你的小三看个一清二楚？搞不好还侧录回传，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对不对？但反过来说，现在你当然可以去反驳，你可以去澄清，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画面，基本上他拿不出什么具体的证据来。谢寒冰韩冰哥要指控他，起码照片拿出来了。那你现在反过来要讲谢寒冰是受国安部指使，他是空手来讲串交讲这个话。那反过来他说我出1000万，看看你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我提供1000万。这句话的隐藏的意义就是我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我就是想讲而讲而已。所以我指控之后，我用我的钱来补强。不过你各位要注意哦，因为他讲是讲了，但钱有没有拿出来，到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要注意这件事情哦。但是我想正告民进党尤其这个国安局
了，应该要给我们曹董一个交代，因为他对你们民进党这么死忠，对不对？今天这个小星辰都露出来给大家看了，他说是中共国安部的阴谋，你还不赶快还他一个公道？我现在很气，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朋友，因为他为了急急忙忙告诉我照片忘了处理，还有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不该看的东西。这个我们随着一直在讨论，那画面一直萦绕不去，我觉得我受伤很大。所以民进党，你们应该还曹星辰一个公道。要还钟佩君一个公道，所以他才回来。应该不止我。好，那么最近呢，加护病房一床难求啊，那很多急诊病人都塞在那个急诊室里面，很惨哦。所以高雄啊有一个重症患者了，联系10多家医院呢才收治哈，然后呢不幸过世，因为拖太久。那高雄市卫生局说查无记录，不一定有记录啊，哦，很多时候去问一下医院也不会记录啊，然后都给你记录，因为想要去没有病床你不用来了，记什么录？他不是说去看了病然后你拒绝他，他根本就去就走了，有什么记录啊？救护车人员有接受访问哦，好吧，所以呢，反正就是病床不够嘛，病床不够不见得是床不够啊，哦，那大家认为说护理师不够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哦，因为你病床现在卫福部有规定啊，哦，一个病床多什么一个护理人员看多少病床等等，它都有一定的规定的，哦，那不行还要罚还要扣分等等哈，所以很多人就像不只是医院了，我这有些餐厅也是啊，那个上次有一个餐厅跟我讲说。你看我们空了一些座，不是我们没有客人了，是我们定位跟他讲已经没有位置，因为服务人员不够。哦，现在台湾到处缺人，医院特别严重哦，因为医院那个护理师很辛苦嘛，所以有人连干13个钟头不能休息哈，非常这个辛苦，而且待遇又不高啊。那卫福说从台南转诊呢，只要花2个小时就可以了啊。那所以呢，医界是说了哈，因为现在急诊塞。哦，恐怕会塞到夏季哦，可能医护会大规模离职哦。不仅是护理人员呢，医生有很多也不满，在第一线的这个医生，你那个健保点子本来1点元给他1块啊，你1点子可能0.8、0.85哈。那所以呢，医界是说从来没有真的落实分级医疗了啊，没有真的说什么小病看诊所啊，大病看大院，没有这样子哦。那护理师说呢，做到都想哭了啊，很辛苦了啊。那么另外呢，邱泰源卫福部长说呢，他们有规划来解套，说病床是可以调度的，健保呢要调整给付啊。其实我本来讲很简单，你去年超收了5000多亿的税，护理人员他们当时来找我，他们只简单的要求，你一个护理人员1个月多给他1万块，汇到他的户头，不要汇到医院，因为汇到医院以后，医院可能要做别的分配，护理员拿不到嘛。他是医院里面最基层的嘛，啊，那一个护理人员1个月1万块，台湾有2万个护理人员在执业，2万就2亿嘛，1年不过24亿，这个钱有多少呢？这钱都拿不出来，而且去年本来说夜班的护士不要给一个加级吗？今年也取消了现在取消了，就为了选举，对不对？选举的时候就给啊，现在也没有了，也取消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么一点点钱，你去那边斤斤计较，扣人家这个钱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卫福部长怎么说。鼓励医院提升急诊的迁床的比例，能够让急诊上去的比例比较高。那另外，我们也请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强化辖内医院病床调度的一个机制。因为地方的一个卫生局最了解当地地方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应用。那也一直是这个机制，我们把它强化。那同时，为了让一般病床能够多一点的话，我们也同意这健保署也增加病床的一个调度机制。大概从114年的2月13到3月这段期间，我们健保署也提供特殊病房可以弹性调整为一般病床的一个给付了。那他们说病床可以调度了，但是陈进辉委员说你是开错药方了，病床开不出来嘛，调什么度啊？哦，那当然这个卫福单位是说呢，有300多个地区医院还没有塞，那问题是，他不会到地区医院有人去，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到地区医院嘛，重症更不对啊。所以问题在这边，很多大医院病床还是不够。那就是说，它的关键就在医护人员，第一线的医生，
跟护理人员，你要对症下药，你不对症下药，你说不能给护理人员加了，给护理人员其他的也要加了等等，关键在哪里？你不懂吗？我也不反对其他人员加，但是现在关键在护理人员，你当然先加他嘛。到底有那么困难，有那么难懂吗？这道理很简单啊。来，嘉宇。确实，台湾的健保跟医疗品质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只是现在确实也因为这个对医护人员来讲，薪水跟这个责任不成正比哦，所以导致很多不管是急重症的医师或者是护理师，可能都转到比较轻松的医美或者是其他比较负担没有这么重的工作，所以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如何去减轻他们的负担，跟提高他们的薪资待遇，都是大家当务之急。那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些超出预期的税收，能够拿给这些医护人员去来去改善我们的医护环境，我想这也是大家所认同的。那总比拿去发现金好哦。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大家确实应该考虑说，怎么样把钱用在应该用的地方，而不是只是发现金而已。那医护的问题真的是需要大家也是国安问题，应该好好的去了解跟研究。去年征收5000多亿了，就算普发现金呢，也不会用掉你2300亿。对啊，你还剩下3000亿啊，钱还是很多可以做事啊，对不对？你现在什么都不做，不是很奇怪吗？来，徐博。有一句话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想到昨天赖总统在烤肉嘛，这个赖门烤肉香，急诊看病苦啊。就是昨天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好像跟立委们也没谈到这件事情啊。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跟一个急诊医师的朋友，他是大概桃园地区的一个主任医师做急诊的，他就讲说，是这样啊，就是这几天他去看他们急诊科的比他小，他大概40岁，比他小的大概只有2个医师。代表说已经没有人进来，而这2个医师，年轻人不干就是了。一个是刚毕业的，那另外一个是去年已经不干了。他是为了帮忙，他已经在外面开诊所，因为这个地区医院真的忙不过来，来支援的就剩2个而已。然后说那急诊室是怎么样的？重症的病人，人家讲说什么床摆在急诊室的那个通道上，不是没有床了，是坐在轮椅上。那最后他讲了语重心长讲说，拜托大家好好照顾自己，最近真的不要生病，唯一只有这样做。那我们的这个药学专家，包括这个陈昭志，他就讲啊，最近其实如果大家轻微的病啊，麻烦自理，靠着自己自愈的能力，不要轻易的就是要赶去大医院去看病啊，这样会造成急诊更拥塞以外，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医护刚才有提到待遇要保障，但是他有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多的比较大型的医院都急着想要升级成医学中心，所以当有补助、有资源进来的时候，他们是急着去买设备、高级的设备，让我可以变成医学中心，让我更可以号召更多的病人来，那就变成说，未来卫福部说要调床啊、要调资源的时候，大家都是什么医学中心啊？那你地区医院已经不见了，那基层的诊所更萎缩了，到时候根本没有落实所谓的分级制度，要调根本调不出来了。好吧，陈昭之点名哦。说这个林静怡应该下台，不要让他成为帮凶哈。那说呢，急诊拥塞前所未见，他有责任哈。不过他也今天也承认他之前的话讲错了啊。他之前好像说啊，怎么有你这个小脑袋什么一大堆啊，你去这样讲年轻的医生，听说那个医生就离职了觉得不想继续做了。来，凤馨。我们是民国84年开始实施全民健保，其实我那时候在新闻线上，我真的是很努力在推这件事情，过了我非常的开心。但是呢，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担心，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终究会收支不成平衡，到最后一定会形成像英国那样的现象。英国的现象是都是公费，但是呢，你根本就来不及，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进医院好好看病，因为你排不到号码，所以呢就进不去。好，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一步一步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它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或许在总量上面是够的。可是急重症呢，因为呢它的给付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没有年轻医护人员愿意进来，它就形成了极为恶性的循环。留在现场的医护人员，他们就变成了非常的辛苦，然后就更留不住人。可是呢，给付还是非常的低。那所以我们其实前几年国际上面有一个评比，台湾的医护水准被排名很后面。然后我那时候很惊讶，说我们有全民健保，凭什么排这么后面？我们的医生又这么的优秀。他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不做预防医学，因为全民健保只给付治疗，但是他不给付预防，所以我们的医护人员没有人去做预防这件事情，导致我们到最后都是筛成了病人之后，然后变成健保负担。
我觉得必须是卫福部来负责把预防的这一部分，你预算拨给医护人员加薪，然后不在全民健保里头。同时呢，你把你的预算拿来做大量的预防，减少最后成为病人这些关卡。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的。林清怡这2天被骂，是因为他身为一个医生出身的卫福部次长，可是他跟大家讲说，急诊塞爆，他的解方是说，你各位感冒跟落塞的没事，不要去急诊，你大病的给他去。这个不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卫福部官员应该要讲的话，因为首先急诊室拥塞，绝对不会是因为最近突然很多诺罗病毒的或感冒流感的人才把急诊室弄爆，急诊室瘫痪已经好久，是一个叠加的问题。我曾经遇过选民服务开放性骨折，没有办法收治，就跟他说真的很抱歉，请你等明天。所以根本的体系就是基层诊所关闭，护理人员流失，急重症缺人。永平，急诊室拥塞然后医护人员不足，民进党的解方叫做大罢免然后呢，我们的诈骗案到处都是，大家觉得太痛苦了，民进党的解方叫做大罢免。然后我们看到对岸呢，已经在讨论 DeepSeek 跟整个 AI 如何进入智慧城市，民进党